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GBA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洛克人 Zero》。今天是第3期，也就是最后一期了。后面的关卡是一个线性的流程，已经没有咱们选择的自由空间了。本关的战场是反抗军的基地内部，这里被新阿卡迪亚的势力入侵。咱们有2个目标，第一个目标是要拯救博士，然后再去保护能量水晶。我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，因为怪刷的不够，所以说光剑的等级有点低。打后面的关卡，尤其是 BOSS rush 的环节，如果咱们有蓄力加快，会简单很多。但是现在还没有，希望咱们的剧情进度推进到最终关之前，能够把光剑的等级提升到可以蓄力加快。这里这个 BOSS 叫做智慧超人，看起来就知道原型是谁了吧？拿着一根伸缩自如的棒子，实名羡慕啊！打他吐出来的小猴子，不对，应该说他的毛发变的小猴子，能够打出一个精灵，打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干掉了。平 A 的节奏掌握好的话，就可以这样把它直接砍爆。我的评价还是 A 级，因为之前有3个关卡需要刷怪，但是我没刷，所以杀怪评分那里评价掉得厉害。A 级的称号现在是速度之星，幸亏不是速度之男啊。这里咱们传送，目标是新阿卡迪亚的神殿。后面关卡的难度都不算低。但是我感觉 Zero 系列的难度和元祖系列还是有区别。元祖系列真的是硬核 ，Zero 系列呢主要是节奏很快，武器也比较多样，玩家适应了之后可以开发出自己的打法。但是元祖系列一般来说打法比较单一。这里咱们要去拿隐藏的精灵，精灵我没有数，不知道拿没拿全，但是我知道的，我应该都已经拿到了。后面的关卡呢，包括隐藏的精灵部分，也都给大家演示。光剑的空远斩，我真的是太依赖这招了。这里要打本关的小 boss， 小 boss 的移动轨迹比较固定，所以说咱们可以把枪掏出来。这是一对儿一双会飞行的 boss， 所以说咱们要掏枪啊。距离远了，就使用枪来射。好，这样就打完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啊，对付一双会飞的 BOSS 一定要掏枪啊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难拿的，咱们已经滑向了墙壁的最下方，然后向左跳出，再回头，跳出要使用超级跳，
回头的时候方向最好推到底。但是下来的时候被乌鸦接到了，这里要走一段回头路，再回到刚刚这两个小 boss 的场景。他们两个我感觉更倾向于精英怪，连血条都没有。而且好像也没有被攻击之后的无敌硬直。这地方掏出长矛，等它落得低一点。3个怪一起飞啊，这里难度更高。幸亏咱们的枪够长。我长枪的等级就更低了，还不如光剑。但是后面的关卡，长枪使用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这里的 BOSS 阿修罗，这个 BOSS 的形象，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街机平台的一款游戏，叫做《超级战队》，里边有一个类似的怪。感觉这个 BOSS 非常呆。其实刚才我如果蓄力够快，就不用跳了。他撞过来的时候，直接给他一剑就完事儿。你的武器等级不够，就需要操作来凑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还是尽量抽出时间，把武器的等级练一下，难度真的降低很多。这里等这些砖块出现。它的侧面是不能摸的，所以说摸墙跳就不能进行操作了。这里有个隐藏，刚才那个平台应该是回不去吧？如果能回去的话，我真的是又走了冤枉路啊！本关的 BOSS 数量还是比较多的，后面还有。前方这里跳跃的难度稍高一点，结果竟然可以直接跳到上层来。所以说这里的关卡设计，我感觉应该把方块再向上调整一点，这样难度会更高。本关的 BOSS 闪电甲虫，咱们使用冰来克制它。这个 BOSS 的血条只有2条，所以说几下就可以干掉。他的招式也都不难躲，但是像刚才这种放出2个闪电锁链，咱们还是要大幅度的跳跃，躲开2个锁链中间的范围，因为它的锁链定在墙上之后会把自己拉过去。可以了，咱们下一关吧。本关我竟然拿了满分，但是级别仍然是 A 级，看来不刷怪的影响真的太大了。这里是一个强制卷轴的关卡，但是我觉得速通的那些大神恐怕是爬着墙就跑了呀，根本就不坐电梯。那种打法，我觉得看看就完事儿了。
咱们普通玩家还是按部就班的，步步为营的，一点一点来。熟悉了整个关卡的结构之后，再研究那些骚操作。电梯到头了，剩下的需要慢慢走了。这里我把枪掏出来了，就是想远距离的攻击对方，结果效果并不太好。而且我的枪的等级恐怕也只有2级而已。这个武器在本作存在感真的是不高，甚至盾都比它的出场的机会要多。注意墙上的尖刺，千万不要碰到。咱们宁愿挨打，也不要放任自己掉下去，或者是跳过头。这里被电到其实也非常危险，因为没准儿落下去之后脚下就是尖刺，而且这里的距离比较远，你落下去了，在空中无敌时间就过了。BOSS 战，本关的 BOSS 叫做红恶魔，看起来有点像元祖洛克人的粘土人，但是这个家伙是一只史莱姆，一些分身还是有区别的，其中只有一块带着弱点。毕竟本关只有他一个 BOSS， 血量是3格。最后1格了，我蓄力的节奏不大好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咱们的武器等级稍低，有一点掌握不好，什么时候能够蓄满。这里拿了98分，把评价又拉回了 S。这里就是游戏的最后一个关卡——阿卡迪亚的核心。其实进入阿卡迪亚之后，它的关卡地位就相当于元祖洛克人的威力城堡。这里就要开始洛克人系列非常经典的部分了 ，BOSS Rush 环节。首先是4小天王，先打的风雪雄鹿，因为这个家伙上来会使用一招硬直非常长的招式，直接斩断。世间没有 Zero 斩不断之物啊！这里要打雄伟加念相。我第一次打他的时候，好像蓄力还不是很给力呢，但是现在既有属性克制，又有蓄力，所以说打他会很快。因为这只象使用象牙的时候，有可能扔2发，但是每次它扔出第1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砍了。又是这只甲虫，打法还是一样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本关几乎把所有之前的 BOSS 都能够打一遍。但是之前的猎鹰没有打到，我反而觉得猎鹰那个 BOSS 难度要稍高一点。
其他的 BOSS 可能是出场的次数比较多，反而比较容易摸透他们的规律。好像还差一个阿努比斯，这里换出火芯片。上一次打他是用长枪戳的，这里就可以蓄力了。看血量3次机会就能带走，长枪戳的话需要4次。夜长梦多呀！他的法杖攻击范围还是比较远的，但是每次他本体向沙子里面钻的时候，法杖也就失去攻击判定了。这样4小天王打完，后面还要打一遍4天王。这里给的怪，我觉得就是为了玩家刷武器等级用的，防止有些玩家打到这儿了，还像我一样，蓄力斩还不能加速呢。说到蓄力斩加速，我想起来，它就是怪物猎人的技能集中，作用就是加快你的大剑蓄力速度。这里因为我身上带的是火属性，所以说先来打妖将。上一期录制完之后，有小伙伴给我科普说：“大叔啊，妖将的漫画你有没有看过？”我没看过，不了解。2次元的作品丰富程度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我年纪大了啊，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他放大招了，放了一只冰龙。上一期打他应该没放出这招，打完又跑了。换一下元素，这里打斗将。和斗将打架就是保持中距离，等他出招结束，咱们一记蓄力，逐渐的把我逼到了角落，放大了。这招的威胁不是很高，最后一下带走他的不是蓄力斩。回血的道具留着，贤将，这次打他就更好打了呀。上次拿的是盾，光剑升级了，快速蓄力有了，我的天！等级升的确实是有点晚了，后面算上影将还有2个 BOSS。上一次打影将我用的是弓箭，这次咱们用枪。可惜我枪的等级不太高，但是平 A 就可以，戳的段数比较多。出了他5枪，血量带走了大半格。分身最清晰的那个，闪光的那个是真身。他血量不多了，应该快到放大的环节了吧？果然过分啊！
上次我是用小手枪来探知它的位置，这次咱们就盲戳。谁说关了灯不能用枪来戳刺的？关了灯才是长枪出场的好时机啊！咱们不仅要戳刺，而且要多段。这次我选择了被动。等着对面冲过来，咱们用长枪迎合一下就可以了。有些时候节省体力也是必要的。后面就只剩下最终 BOSS X 的克隆体了，一共是2个阶段，比较难打的是第1个阶段，因为它的形态太多了。而且最无耻的是，它竟然可以加血。这里还给咱们留了一点小怪，最后的刷怪的机会。而且这些怪都比较好对付。我的盾也就这样了，它的等级和手枪也差不多。这里遇到了4天王的3位，因为刚才影将已经炸了，并且炸的时候还崩到我了。克隆体出现了，来吧！ Zero 1代的决战，打他的话最好还是要保持中距离，你能够看清他使用什么招式，是冲刺还是滑铲还是放飞行道具。冲刺和滑铲的距离都非常远，但这个形态最讨厌的一点是，当他切换形态的时候。 是无敌的，有些时候咱们蓄力蓄了半天，一刀就挥空了。刚才这一刀就没有砍到，保持距离，等他的招式出现破绽。这一下是怎么撞到我的？我没看明白啊，我以为稳了呢。一形态带走。 变身，变身之后也需要用蓄力来打，但是要抓机会了。两侧弹墙的部分，上边和下边的尖刺是有攻击判定的，要小心一点。蓄力砍一共8剑。 这里有2种破解方式，一种就是硬躲，还有一种是站位。往边缘站，尽量往边缘站。好，这样这2根柱子就扎不到咱们。然后它的这种光圈只有束缚作用，没有攻击力。最后一个蓄力带走了。 这样的话 ，Zero 1代的剧情就结束了。克隆体自爆，作为 Zero 系列的开山之作，本作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剧情方面也留了尾巴，后面的剧情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级别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洛克人 Zero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